Hello，大家好，这里是加密阿尔法。本期分享一些无论是 Web3 用户和币圈小白用户都必须要学会使用的 Telegram。视频会分为3个板块，第一个板块是如何告诉大家 Telegram 进行一个汉化版。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 Telegram 的或者是 Discord 这种类似的软件，一开始登录的界面都是英文版本，我没有办法将所有的信息都转换成汉语，就大家的中文。那应对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或者是在跟其他朋友进行一个交互的时候，你很难去理解它本来的意思，你需要借助到一些翻译的软件，这样就会大大的缩短，就大大的降低你的工作效率。那么板块2的内容是告诉大家如何解除一些敏感内容的设置，无论是18禁的内容，或者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玩偶姐姐或者是苍井空姐姐等的一些作品的观看。那么板块3会着重在于电报如何解除、新手设置、如何进行保号等一系列的问题那我们这边就开始今天的一个视频教学首先在下载的页面板块当中，我们需要去在 Google 浏览器当中搜索一下Telegram。那请注意这个时候需要斟酌一下，那么去分辨一下它的主网页面的问题那么因为有一些钓鱼网的话，它会名字跟它一样，但是你打开的时候它就可能不是当前的一个下载页面，那我们一定要认准一下。那么点击到第一个板块当中，然后会出现这样一个下载页面，那么全英文的一个片段，包括你去点击到它的推特，还是会直接跳转到官方网站的。包括是正常的一些下载的流程，它这边支持 Android 的下载、iPhone 的下载，以及是 PC 端的 Windows 的下载，或者是 macOS 的下载。那我这个本机的话是macOS 所以我可能会下载到这个地方上，以及一些的其他的一些分支内容这个大家需要去斟酌一下。那么不要去点击到一个钓鱼网站，一方面会窃取到你可能自己的账户的安全性，一方面可能会窃取你个人的信息。然后我们下载完成之后的话，就可以这边进行安装了。那我们安装完一下，安装之后的话呢，我首先打开这个页面，然后 macOS 的话，安装这个板块的话，我就不做过多赘述了。你只要把它放到你的桌面上就可以了然后安装完成之后，它会出现一个 App 的标志，我们把这个点开。点开了之后的话，它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注册环节了。那我们等待一下我这边的响应。那这边会选取到一个登录需要用到一个手机号码，它可以支持不同国家，这边有它的一些选项。那很多时候会遇到那这里首先说一下一个问题有很多用我们国内手机去注册的，发现他收不到验证码，那这是什么一个情况？我这边小小的去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注册的时候死活收不到验证码，那可能就是你的 IP 的问题这个时候建议大家直接换代理工具那么简单说一下为什么。你买的机场或者是 VPN 的话，你可以买，别人也可以买，大家都可以买。那如果那些网上的爬虫或者是那些高手买了之后呢，人家会用买来的这些节点批量注册，或者是做一些营销等一些违规的操作。那么这个被官方发现之后呢，所有的这些 IP 地址都将被官方拉黑了。那你再用这些节点去注册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根本就触发不了这个验证码。就算你买到了一个 Telegram 的账号，长期用这个节点登录的话，我相信不出多久，你也会因为这些黑节点被官方标记，然后导致账号就是封禁。这个就是有很多小伙伴会反映，他说我 Telegram 当中什么都没有做我甚至连讨论组我都没有去加，为什么无故就封了我的号等等类似。那可能是跟你的 IP 节点有关系呢，有人黑了这一个 IP 地址。那么所以在注册的时候尽可能需要选择一些干净的节点去注册那市面上还是有很多电报的版本，刚刚我也说过那大家一定要认准这个官方的版本那我们这边去注册完成之后，我输入的话肯定是我自己的一个手机号码了，然后我这边就不做这种登录的演示了，我直接用那个二维码扫入就可以了。然后登录，那稍等一下，我去登录一下这个页面
那么登录完成之后，会在这样的一个页面板块当中，然后我们随机挑选一个对话框，你会发现它这里的话是没有办法进行翻译的。那我们首先第一个板块内容就是如何进行一个汉化版的教程。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手动输入下一个网址啊，那这个网址到时候会分享在视频的简介处，然后你根据我的操作来就可以。点开到这个网址上，然后我们会发现有个 Telegram 的 ZH-ZN 的简体中文的一个语言包，那我们打开一下，授权一下，那么打开这样的 Telegram， 它会转接到这样一个板块当中，然后我们去把它点击一下这里，有一个简体中文语言包的安装，那我们点击一下安装，然后change就接受它，然后会变成中文的格式，那你会发现，好像没什么变化嘛。这个时候你再去其中的一个板块当中，你去点一下这个，然后它会出现了一个翻译的片段。不仅是可以在这里看到有汉化版的一个操作之后，那么在设置的板块当中也是可以看到有一个中文的体现了啊，那再也不是英文的板块当中了。那么同时我会在视频的右上角会释放一个手机端如何进行一个汉化版的操作，那也是方便大家去进行这样的一个使用。那我这边到时候会简短的说一下，那其实操作具体流程是差不多的。那它其实是对中文区的一些用户不是那么的友好，那么只可以通过对方来添加你，你是无法做到这样的添加方式的。那要怎么去解除这样的一个限制呢？首先我们去搜索一下，搜索栏当中搜索一下那个机器人啊，那我这边就直接先复制一下粘贴，然后找到一个蓝色标识的机器人，那你会发现，这里面就没有蓝标。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再去重新输入一下，它的全称叫做 SPAMBOT 这样的一个，那我们输入一下之后会出现这样一个蓝标。蓝标的话，这边就点击一下开始，然后它这里的话会出现到一个这样的一个标识。那首先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那个中文啊，给大家看一下是什么意思啊。很不幸的，某些电话号码可能会引起我们的反应严厉，也就是严厉反应。如果你认为你的情况是这样的，你可以向我们的主板提交诉讼，或者是订阅Telegram的这样的一个会员资格，以获得不太严格的限制。那这里的话，我们需要怎么进行操作呢？点一下这个，然后点击一下这里。稍等一下，我这个页面卡住了。点击一下这个的话，它是那个会员版本，所以就不需要。然后我肯定是在之前没有进行过这样的一个操作，那我点一下 No。然后这边的话再去翻译一下它的这个意思啊，那它应该是就是说做得很好，如果你的账户被错误的限制，我们将深感抱歉。然后同时请写给我有关您案件的详细信息，我会将其转发给主管。然后您认为你的账户受到限制出了什么样的问题？那这边的话继续这样的一个操作，那你这边输入一下啊。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在对话框当中输入一下 ACCIDENT， 然后输入成功之后的话去把它发送，然后他说翻译一下啊，其实我可以口头翻译了。他说谢谢你的需求会被提及，然后我们大概可能会处理一段时间，然后需要耐心一下等待。翻译吧。尽快检查，那么大概会花费到半个小时或者1个小时呢，也有出现过24小时之内的，所以还是需要耐心等待一下哦。那么这就是板块2当中解除内容限制的其中一个，那么还有一个是解除到一些限制型内容的一些呢，比如说大家熟知的一些玩偶姐姐啊、苍井空姐姐啊等类似的这样的一个18禁的内容啊。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在网页版的 Discord 当中进行这样一个操作了。那怎样具体操作呢？那我们首先打开网页版本的 Discord。
那随着我们打开这个网页版本的 Telegram，我们要如何解除我们的限制呢？那现在是第二个板块的教学内容啊。解除这样的一个限制内容，那么刚刚第一个新手限制我们其实就已经做完了。解除这个新手限制，你就可以添加对方为好友，你可以进行一些私发私信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那么如何解除一些敏感信息的一些限制呢？那首先打开这样的一个网页版本之后，我们点击到这个右上角的设置环节，那你会发现，哎，这里好像都是英文，哎，我突然间又看不懂了。这个时候你去安装这个安装包也是没有用的啊。你点击安装之后，它会跳转到你的 APP 当中，无法进行在页面上中的转接成其他的中文文字。这个时候不要慌，你用的是 Google 浏览器嘛，或者用的是什么其他浏览器，你点一下这里，点击一下直接翻译成中文就可以，非常方便啊。这里就其实很方便。然后点击一下右上角，然后点击一下设置之后的话，我们转接到隐私与安全的这个板块当中，然后这边会有一些实时的个人信息啊，比如说被阻止的用户啊，或者是隐私环节。那么敏感内容在这里啊，那么点击一下禁止过滤。这边的话就已经完成了你对一些隐私内容的观看，它不会再给你限制内容，或者是上锁啊，或者是不让你去查看等等类似的。那这边就是一个具体的敏感内容的一个清除的方式啊，那么非常简单，也是大家极容易忽视的，因为有一些因为大家都成年人嘛，想去看一些东西之后，那么肯定是会需要有用到一些网页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 APP 啊，那肯定不会有这个来的那么容易。那么这个也是方便大家可以去找到。好，这边设置完之后的话，我们再跳转到我们的那个 APP 版的 Telegram， 你会发现在这个板块当中，然后我们如何去找到这个群呢？如何去发现自己的一个圈子呢？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圈子啊，相信你也是，相信我也是。比如说你喜欢电影，比如说你喜欢游戏，比如说你喜欢美女，比如说你喜欢一些18禁的内容。我们要怎么去搜索我们这个圈子呢？怎样去寻找这样的一个圈子呢？您跟着我第三个板块的教学，那我会告诉大家如何进行这样一个方便的找群。然后大家可以结识到不同的好友、不同的人，然后从此就是拓展自己的眼界啊，或者是自己的圈子啊等等类似的。那我这边废话不多说，直接开始板块3的教学。那么首先给大家分享一个电报机器人哦。那么我们首先打开这样的网页，然后复制一下这个网页链接，到时候我也会分享在视频的简介处。分享完成之后，它会出现到一个即搜的中文搜索板块页面。那我们点击一下这里，然后点击一下开始。开始之后的话，它这里有很多不同的选项，我们可以用它来干嘛？我们包括搜索一些关键词啊、关键信息啊这种类似的。那这边有一个热搜的或者是热门的板块，我们点击一下看一下。那它这里会有一些比如说福利啊，比如说新闻啊、加密货币啊、VPN 等等等各种板块的内容啊。那么在其实介绍本期的这个 Telegram 的使用方法的这个环节，还是要去跟大家说明一点啊。那么会出现到有一些骗子突然之间添加你为好友，然后会给你发一些相对来说好像看起来像福利的东西。这个时候大家不要相信啊。因为 Telegram 的骗子是非常多的，你可能就某然之间就点击了一个网页链接，或者是看了一些什么东西，它都会可能产生到窃取你个人信息的这样一个过程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去注意啊，不要去随意去点啊。那这里有，比如说换一批也可以换，那不同的板块其实它是应该有个15个的这样一个，那么点一下热搜，然后再去看一下，那这里有一些就关于是成人的一些东西了啊，那大家这边就根据自己的喜好然后去看吧哈，这里不做过多赘述，然后点我的话呢，目前就是这样一个板块啊，那你的 ID 啊，你的在当前频道当中的一些存取啊，我们这边就比如说我们对电影是比较感兴趣的啊，那么这边有不同的一个电影频道，
就在这里有不同的电影频道，比如说要破解看电影啊，比如说你想看一个电影，但是它需要在不同频道的会员，比如说网易云会员，或者是那个比如说腾讯会员，或者是那个爱奇艺会员，那你这里就可以在这里直接做一个电影的猎奇啊，然后去观看，然后也是免费的。那么同样也是用网页的这种形式啊，也是可以去搜了。当然也可以在那个 Telegram 当中去搜了，只是这样比较方便而已。那你直接用这种分享链接去做这样的一个就很方便。然后这个也是一个最佳搜索的一个机器人，可以向它发送关键词来寻找 Telegram 的电报群组啊、频道啊、电影啊、视频等。我们同样点击一下开始。那这里就会有相对应的这个，那么可以点击一下首页啊，它这边有一些什么热门的频道啊、热门的分类啊，我们可以先看一下。我可能对游戏比较感兴趣，我就关注一下游戏。那这里有一些不同的游戏的一个好像跟游戏也没什么关联吧。这个新闻啊板块看一下。那么它是打开了这样一个搜索的页面啊，可能是因为我的网络比较卡吧，所以跟你应该是没有关系。然后这里是一些实时的一些新闻，但时效性应该不是特别好吧，感觉。然后我们比如说对一些有电影感兴趣，我们去找一下电影。这边有一些板块来着，我们找一下电影吧，或者直接输入一下电影的板块。然后它这里就会有不同的电影，比如说有电影频道啊，或者是电影的动漫啊，或者是其他的，我们随便点击一下试一下。那它这里会有相对应的一个列兵的第10集，那最近好像还挺火的嘛，感觉。那么它是可以下载啊，也可以在这个语音上面播放。那么具体就是这样一个，那么也是比较流畅的。那么你在观看一些视频的时候，也同样是可以进行这样一个操作。那游戏的这个热门啊，我是没看懂它这个推荐是推荐到哪里去了？是什么有可能有一些涉及到一些18禁的游戏啊，那么这个大家就自行去斟酌了啊。这是板块3的内容啊。那么以上就是 Telegram 的整体运用啊。那么熟练去使用到我们任意一个平台。无论是Telegram今天介绍的也好，或者是之前上期视频介绍 Discord 也好，如何正确的运用，如何有效率的去运用，那么对于我们这些零撸的用户来说，小白用户来说的话，都是有所帮助的啊。那么同样再稍微补充一点啊，那么最近的话也不是最近了，它出了一个新手必调的设置啊，那么需要用到2步验证密码，同时可以保护你账户的安全，然后设置2步验证密码之后的话，密码只会在新登录 Telegram 的时候被要求输入，不会带来任何麻烦，否则你的账户将有很大的风险被盗用啊。那这个就是安卓的一个中文版本的一个讲解，这个是iOS 的一个讲解啊，那么这个只提供那个英文版本啊，你就是根据英文操作来操作就可以了。一般是双重保险的话，是对你账户的安全还是有所保障的。那么在隐私当中的话，这边是一些控制邀请权限的一些控制。那这个就自己看了，这个就看你自己了。如果你本身那个 Telegram 账号的话不怎么用的话呢，就没关系。如果是用你自己常用的手机号注册的话，建议你还是加个双保险会比较好一些。那同样的话，本期视频还是要去做一下风险避控啊。那么遇到 Telegram 当中的话，还是有一些骗子啊，特别是私聊你的那些骗子。一般的，你加入到一个群当中，一般的那个社区管理者不会主动来跟你私信，你有什么问题都会在群里面反映，所以这个时候大家需要斟酌一下。那么如果同样你觉得我本期视频对你来说还是有所帮助、有所收获的话，还是希望您高抬贵手，一键30，你的点赞、评论加转发是对我最大的肯定和支持。那我同样也是会介绍一些更多的小技巧，更多使用那个无论是Telegram、Discord 或者是油管或者是推特等的一些小技巧。
同时，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 Telegram 的内部群，通过群来分享每日的空投资讯，然后一些财富机会、财富密码、潜在的一些投资价值，以及任何我们频道当中有的东西，都是可以直接在Telegram 这个群里面分享的。所以，感兴趣的小伙伴也是可以通过加入我们的群当中，然后获取每日的资讯。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啦，我们拜拜。